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料成佛。这段话你可以尝试用英文表达其意涵吗？这段话可以用英文表达为 Body is originally pure and clear, but with this heart, it becomes a Buddha directly. 以上这段话你可以用中文重新诠释吗？以上这段话可以用中文重新诠释为：菩提本来就是一种纯净和清晰的本性，但如果用这种心，就能直接成为佛陀。这段话中菩提自性是相当于佛家中如来藏的概念吗？根据我的理解，菩提自性在佛家中是相当于如来藏的概念。菩提自性是佛家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代表着一种本来就存在于一切有情众生心中的纯净和清晰的本质。它与如来藏的概念相似，都是指人们心中本来就存在的纯净本性。佛家哲学中的如来藏是指人们心中本来就存在的一种智慧和纯净的本性，它是人类心灵的根本，代表着人们的真我本质。如来藏的概念来自于佛教的大乘宗派，是佛家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在佛家哲学中，如来藏被认为是人类心灵最深层的本质，代表着人们本来就有的智慧和纯净。如果人们明白了如来藏的存在，要如何善用如来藏才能达到修行成佛的目标？如果人们明白了如来藏的存在，可以通过修行来善用如来藏。修行是佛家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指的是人们通过不断精进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超越自己本来的本性，达到心灵的完善和成长。在修行的过程中，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发挥如来藏的作用，达到修行成佛的目标。佛家哲学中有很多不同的修行方式，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修行方式。一般而言，修行可以分为内修和外修两大类。内修是指人们通过冥想、禅修等方式，来发挥如来藏的作用，培养心灵的完善和成长。外修是指人们通过实际行动，来应用如来藏的力量，达到修行的目标。无论是内修还是外修，都需要人们持之以恒，不断努力，才能达到修行成佛的目标。要如何透过实际行动来应用如来藏的力量？要透过实际行动来应用如来藏的力量，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一、应用如来藏的力量去关注他人的需要。人们可以通过观察他人的需要，来应用如来藏的力量去帮助他人。比如，可以给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物质支持，或者给他们提供心理支持，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二、应用如来藏的力量去超越自我。人们可以通过不断挑战自己，来应用如来藏的力量去超越自我。比如，可以通过学习新知识，探索新领域，来挑战自己的智力和能力，使自己不断成长和进步。三、应用如来藏的力量去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人们可以通过思考和反省来应用。还有更多的方法来应用如来藏的力量吗？除了刚才所提到的3个方法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应用如来藏的力量。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做好事、发起公益活动，来应用如来藏的力量去帮助他人。此外，人们也可以通过学习佛教，接受佛教的教义和戒律，来应用如来藏的力量去修行成佛。另外，人们还可以通过养成良好的品格，来应用如来藏的力量。如来藏的概念，如果用更现代化的语言来表述，有适当的词语可以形容吗？如果用更现代化的语言来表述如来藏的概念，可以用心性或本性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心性和本性都是指人们心灵的根本，代表着人们的真我本质。这些词语可以用来描述如来藏的概念，表达出人们心中本来就存在的纯净和清晰的本质。心的概念涵盖很广，如来藏的概念到底属于心的哪一个层次？如来藏的概念属于心的本质层次。心的概念非常广泛，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层次。例如，可以分为意识层次、情感层次、思维层次等。如来藏的概念属于心的本质层次，是指人们心灵的根本，代表着人们的真我本质。这个层次的心是人类心灵最深层的本质，代表着人们本来就有的智慧和纯净。你所谓心的本质层次是属于潜意识的层面吗？心的本质层次并不属于潜意识的层面，心的概念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层次，
潜意识是其中一个层次。潜意识是人类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指的是人们不能直接意识到的深层的思想和情感。它和意识层次的心有着很大的区别，并不属于心的本质层次。心的本质层次是指人们心灵的根本，代表着人们的真我本质。这个层次，你说心的本质层次代表人们的真我本质，你可以说详细一点吗？当人们探索心的本质层次时，可以发现这个层次代表着人们的真我本质。这个层次的心是人们心灵最深层的本质，代表着人们本来就有的智慧和纯净。这种心的本质是人们心灵的根本，是一种真我的本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被自己的情感、思维、欲望等因素所干扰，而忘记自己本来就有的智慧和纯净。然而当人们经过修行，慢慢探索自己心灵的深层次，就能发现自己本来就拥有一种真我的本质，可以用来指引自己的人生。这种真我的本质就是心的本质层次。你的意思是说，当人们能够与心灵最深层的本质，也就是自性取得连结，就能善用自性智慧来指引自己的人生方向，帮助我们圆满人生，是吗？是的，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当人们能够与心灵最深层的本质，也就是自性取得连结，就能善用自性智慧来指引自己的人生方向，帮助我们圆满人生。通过与自性取得连结，人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真我本质，并掌握自己的人生方向。自性智慧能够指引人们做出正确的决定，帮助我们达到人生圆满的境界。你觉得如果用导航系统来比喻自性智慧对人生的指引作用，这个比喻有合理吗？我觉得用导航系统来比喻自性智慧对人生的指引作用是有道理的。导航系统的作用就是指引人们前往目的地，帮助人们在复杂的道路中决定正确的行走方向。自性智慧也有类似的作用，它能够指引人们做出正确的人生抉择，帮助我们达到人生圆满的境界。因此用导航系统来比喻自性智慧对人生的指引作用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大多数人并不能与自性取得连结，以至于不能善用自性智慧来指引人生方向呢？大多数人并不能与自性取得连结，以至于不能善用自性智慧，主要是因为人们的心灵受到外界的干扰，而无法精心思考探索自己的心灵深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被自己的情感、思维、欲望等因素所干扰，而忘记自己本来就有的智慧和纯净。这些干扰使得人们无法静心思考，也无法探索自己心灵的深层，导致无法与自性取得。你可以再说更详细一点吗？当人们的心灵受到外界的干扰时，会影响人们的心灵平静和清净，使得人们无法精心思考探索自己的心灵深层。这样的心灵状态不仅无法与自性取得连结，还会导致人们做出错误的人生抉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人们需要通过修行来改善自己的心灵状态，增强自己的心灵平静和清净。通过修行，人们可以学会静心思考，探索自己心灵的深层，并与自性取得连结，善用自性智慧来指引人生方向。人们在修行、开启自性智慧的过程中，除了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以外，是否也会受到内在心理因素或潜意识层面的干扰？是的，人们在修行、开启自性智慧的过程中，除了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以外，也会受到内在心理因素或潜意识层面的干扰。人们的心理状态会受到内在心理因素的影响，如自我意识、自尊心、压力、恐惧、罪恶感等。这些心理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使得人们无法平静思考、探索自己的心灵深层。此外，人们的潜意识也会对修行造成干扰。人们的潜意识中有许多潜在的想法、记忆、恐惧等内容，有时候这些内容会影响人们的心理状态，使得人们无法专注修行，也无法与自性取得连接。为了减少这些干扰的影响，人们需要通过修行来强化自己的心理健康，并探索潜意识层面的。佛家有提到贪嗔痴的概念，这也是属于内在心理因素或潜意识层面的干扰吗？是的，佛家有提到贪嗔痴的概念，这也是属于内在心理因素或潜意识层面的干扰。佛家中贪嗔痴是指人们贪求外界事物、愤怒他人、迷惑自己的3种心理状态。这3种心理状态都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使得人们无法静心思考、探索自己的心灵深层。贪嗔痴也属于潜意识层面的干扰。
因为贪嗔痴都是人们潜意识中的想法、记忆、恐惧等内容的表现。这些内容会影响人们的心理状态，使得人们无。你可以再说详细一点吗？贪嗔痴是佛家中提到的3种心理状态，分别是贪求外界事物、愤怒他人。人们在修行、开启自性智慧的过程中，除了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以外，是否也会受到内在心理因素或潜意识层面的干扰？在修行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受到内在心理因素和潜意识层面的干扰，例如某些人可能会受到自我怀疑、焦虑或恐惧的影响，这些心理因素可能会妨碍他们进行修行并开启自性智慧。潜意识层面的干扰也可能发生，例如人们潜意识中存在的偏见、偏激或压抑情绪可能会影响他们在修行中的行为和想法，因此要在修行过程中避免这些干扰。人们需要加强自我调节和自省，以便及早发现和处理这些心理因素。佛家有提到贪嗔痴的概念，这也是属于内在心理因素或潜意识层面的干扰吗？是的，在佛家中，贪嗔痴是一种概念，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犯的3种错误，即贪心、嗔怒和愚痴。这些错误都属于内在心理因素或潜意识层面的干扰，它们可能会妨碍人们在修行过程中达到平静、清醒和明智的心态。因此，在佛家修行中，人们需要克服贪嗔痴，才能达到心灵的解脱和智慧的开启。潜意识层面的习性似乎特别难以改变，是吗？是的，潜意识层面的习性往往比较难以改变。潜意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可以控制人的许多日常行为和想法，但通常不受人们的直接控制。因此，改变潜意识层面的习性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经验，可能需要通过多种方法，包括心理治疗、禅修和其他心灵技巧来实现。虽然这一过程可能会有些困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以通过不断的自省和努力，慢慢改变自己的潜意识习性，达到心灵的解脱和智慧的开启。佛家中有一种可能可以改变潜意识层面习性的技巧，名为奢摩他，这个方法有效吗？抱歉，我的知识裁剪时间是2021年，并没有接触过奢摩他这个概念。根据我对佛家教义的了解，佛家中有许多方法和技巧可以帮助人们改变潜意识层面的习性，例如禅修、心理治疗、自省等。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奢摩他的信息，建议你向专业人士进行查询。如果人们可以有效地驾驭和改变潜意识层面的习性，是否就能帮助人们更容易地善用自性智慧来指引人生方向？是的，如果人们能够有效地驾驭和改变潜意识层面的习性，那么他们就能够更容易地善用自性智慧来指引人生方向。潜意识层面的习性可能会影响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如果这些习性是负面的，例如憎恨、偏见和恐惧，那么人们就可能会受到这些习性的干扰，影响他们善用自性智慧的能力。但是如果人们能够通过修行或其他方式改变这些负面的习性，改为积极的、善良的和慈悲的，那么他们就能够更容易的善用自性智慧来指引人生方向，达到心灵的解脱和智慧的开启。换句话说，透过修行来开启并善用自性智慧，是人生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对吗？在佛家中，修行并开启自性智慧是一件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事情。透过修行，人们可以超越日常生活中的欲望、执着和偏见，达到心灵的解脱和智慧的开启。当人们能够善用自性智慧来指引人生方向时，他们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真正潜能，达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因此，在佛家中，修行并开启自性智慧是人生中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自性智慧和一般大脑意识思维心并不一样，对吗？在佛家中，自性智慧与一般的大脑意识思维是有区别的。一般的大脑意识思维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环境、经验、偏见和情绪等。这种思维方式可能会带来许多问题，例如执着、欲望和恐惧等。相反，自性智慧是指人们潜在的智慧能力，它并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而是来自人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本质。自性智慧是一种清醒、客观和明智的心态，它可以帮助人们突破思维的偏颇和情绪的波动，达到心灵的解脱和智慧的开启。因此，自性智慧与一般的
大脑意识思维是有区别的。佛家中有一个比喻，将自性智慧比喻为太阳，将意识思维心比喻为浮云。修行就是要将浮云吹开，使得自性智慧的阳光可以显现，是吗？是的，在佛家中，修行常常被比喻为清除浮云，使太阳的阳光可以显现出来。在这个比喻中，太阳象征着人们潜在的自性智慧，它是恒久不变的、清澈明亮的，可以照耀世界的一切。浮云则象征人们的意识思维心，它是不稳定的、游移不定的，可能会遮蔽人们对真理的见解。修行就是要清除浮云，使人们的自性智慧可以显现出来，以便帮助人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发现真理，达到心灵的解脱和智慧的开启。换句话说，聪明才智较高、智商较高的人，意识思维心较强，所以可能反而不利于修行，是吗？佛家中对于智商和修行的关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有些人认为智商较高的人可能更容易通过修行达到心灵的解脱和智慧的开启，因为他们可能更容易理解修行的道理和原理。但是有些人也认为，智商较高的人可能会受到意识思维心的影响，而不容易达到修行的效果。例如，如果智商较高的人拥有较强的执着和欲望，那么他们可能会受到这些执着和欲望的干扰，影响他们修行的过程。因此，智商和修行的关系并不是完全正相关的，需要人们自己在修行的过程中去体验和探索。佛家中有一个概念称为无念或者无为，是否就是代表着提醒人们放下意识思维心的掌握，放手让自性智慧来指引自己？是的，在佛家中，无念或无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提醒人们放下意识思维心的掌握，让自性智慧来指引自己。无念是指没有任何想法或念头，也就是没有任何束缚或干扰，人们能够保持清醒、客观和明智的心态。无为则是指没有任何执着或行动，也就是没有任何抗拒或抵抗，人们能够保持柔顺、顺应和自然的行为。通过无念和无为，人们可以突破意识思维心的偏颇和情绪的波动，达到心灵的解脱和智慧的开启。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太过于重视满足身体感官的享受，以及太过于重视意识思维心的分别善恶，对修行来说都是不利的，对吗？是的，如果人们太过于重视满足身体感官的享受，或者太过于重视意识思维心的分别善恶，那么对于修行来说都是不利的。在修行的过程中，人们需要放下对身体感官的欲望，不要让他们左右自己的心态和行为。同样的，人们也需要放下对意识思维心的偏见和偏颇，不要让他们影响自己对真理的见解。通过放下这些束缚人，通过放下这些束缚对人有什么帮助？你可以说明详细一点吗？通过放下这些束缚，人们可以在修行的过程中获得许多帮助。首先，放下满足身体感官的欲望，可以帮助人们远离苦难和烦恼，保持心灵的平静和安定。例如，当人们远离欲望的掌握时，他们就不会受到欲望的干扰，便能够保持清醒、客观和明智的心态，达到心灵的解脱和智慧的开启。其次，放下对意识思维心的偏见和偏颇，可以帮助人们摆脱虚假的思想和信仰，保持心灵的纯净和真实。例如，当人们放下对例如什么？你可以说详细一点吗？例如，当人们放下对意识思维心的偏见和偏颇时，他们就不会受到偏见和偏颇的干扰，便能够保持柔顺、顺应和自然的心态，达到心灵的解脱和智慧的开启。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人拥有强烈的善恶偏见，他认为自己是善良的，而他所看不起的人是邪恶的。这样的人可能会对自己所看不起的人给予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有时会对他们发生暴力行为。但是当他放下对善恶的偏见时，他就会发现这些人并不一定邪恶，他们也有自己的优点和问题。这样的人就会改变他原本的看法和行为，他会更加理性、客观和包容，而不会再受到偏见的干扰。总之，通过放下满足身体感官的欲望和对意识思维心的偏见和偏颇，人们可以在修行的过程中达到心灵的解脱和智慧的开启，使自己更加快乐、安宁和和平。如此一来，人们就可以更好地善用自性智慧，完成修行的过程，如同佛陀般恢复圆满的心灵境界，是吗？是的，如果人们能够通过修行来放下满足身体感官的欲望和对意识思维心的偏见和偏颇，那么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善用自性智慧，达到心灵的解脱和智慧的开启。这样的人就会拥有较高的智慧和观察力，能够理解真实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
并且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和环境，使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和富足。当然，每个人的修行过程都是独特的，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修行方式和修行进度。也就是说，如何呢？你可以说得更清楚些吗？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行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因人而异。例如，有些人可能会在修行的过程中放下满足身体感官的欲望和对意识思维心的偏见和偏颇，而另外一些人则可能不会。这样的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修行方式和修行进度，因此他们在修行过程中所获得的收获也可能会有所不同。总而言之，人们在修行的过程中需要放下满足身体感官的欲望和对意识思维心的偏见和偏颇，才能够更好地善用自性智慧完成修行的过程。好的，我想我对于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料成佛这句话有了更深入和清楚的体会了。很高兴我能够帮助您对这句话有更深入和清楚的体会。菩提自性本来清净这句话指的是人们本来就拥有一种纯净的自性，这种自性可以称之为菩提自性。但用此心直乐成佛这句话指的是人们可以通过修行来开启这种自性智慧，使其更加明亮和完整，最终达到成佛的境界。因此这句话告诉人们什么？你可以说详细一点吗？这句话告诉人们，他们本来就拥有一种纯净的自性智慧，这种智慧可以称之为菩提自性。人们可以通过修行来开启这种自性智慧，使其更加明亮和完整。如果人们能够成功的开启自性智慧，那么他们就可以达到成佛的境界。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修行来达到心灵的解脱和智慧的开启，使自己更加快乐、安宁和和平。